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夏，不是梁虾。4.4版本下半即将迎来肖的复刻，那么这期视频呢，给大家带来肖的一期复刻攻略，在现版本还值得抽取吗？以及配装配对又该如何选择呢？看完觉得有帮助，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自己一个硬币实经验，同时视频对转发权重比较大，帮忙转发一下吧，不用真的转发，退回来就行了，同时有经验拿，谢谢。先简单概括一下肖的定位啊，肖是一名5星主打下路攻击伤害的风系战场输出角色。肖首次登场于2021年的2月3号 1.3 版本，时隔3年之期的肖表现到底如何？在3维面板上拥有非常高的349的基础攻击力，位于全角色排名第2，第一是纳维亚351。在生存方面呢 1.27 万的生命值以及799防御力，作为长枪角色属于中等以上的水平了。不过由于下路攻击对肖躲避有一定的手法，所以生存方面要看个人的情况啊。总体面板放在如今还是非常优秀的。作为一名老版本的角色，肖的技能非常简单啊，肖的普攻连续6段枪击可以造成8次伤害，不过看肖的下路攻击10级就高达404倍率了，也是作为肖的主要伤害来源了。在普攻方面呢，后期需要升满的前期8级过渡即可。战绩风轮2力，急速突进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伤害，初始有2次使用次数，8级倍率就和肖的普攻下落一样了404，后期有条件可以升满。灵命肖战绩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充能以及提供收尾辅伤害为主的，而且战绩操作得当还可以用攻击小把的眼睛造成瘫痪啊。学会这个技巧，相信你对肖操作会有一定的提升啊。在大世界跑图方面呢，结合探索天赋的体力减少以及双风的情况下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战绩还可以在空中释放，如果没记错的话，除了肖还有望叶也可以，就没有了哦。肖的大招近腰挪舞大幅提升跳跃能力以及攻击范围伤害，攻击变为风元素伤害，无法被附魔，而这个代价是每秒会掉 2% 的生命值上限，持续15秒，退场会消失。不过放心啊，掉血最少会掉到剩下1点生命值啊。由于大招期间肖的战绩是无法充能的，所以70点能量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不过可以通过开大之前连续释放2次风轮2力战绩，紧接大招，这样做就可以吃到战绩的一个场球了。给萌新玩家说一下，老玩家肯定应该都知道了吧。肖天赋1，每隔3秒提高 5% 的伤害，最多 25%。肖最后一段伤害刚好可以吃满这个增伤啊。考虑到覆盖率，可以理解为常驻10%的增伤左右吧，属于锦上添花的效果。而天赋2呢，战绩释放后战绩伤害会得到提高，就是告诉你战绩最好连着放，才能稳定吃到后续的增伤。技能总体看下来就是肖通过大招启动，通过下打这个方式来打出伤害的。主要输出模式还是以对群环境为主的，没有6命的肖可以参考我这个天赋等级吧，10/80，性价比很高的。追求伤害以及真爱玩家直接3个皇冠连满就完了。既然肖技能如此简单，那么接下来进入配对环节。当前版本肖最强配对赫路肖夫，这个队伍里面的暴露伤最好是满命的，肖应该算是一个从头喝汤喝到现在吃到肉的角色了吧。从一开始的沉沙套圣物以及暴露伤4星风拐，再到枫丹的弗琳娜，再到现在的闲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面的，有的话各位弹幕可以补充一下。说回正题这个队伍的优点在于没有巴尼特的画地为牢以及内鬼蒸发融化等问题，以及有了弗琳娜在收尾输出方面得到提升了，闲云提供治疗以及暴露伤组成伤风，解决了肖的充能压力问题。从目前来说，闲云的到来算是集齐了最后一块拼图的阵容了，可以让我的平民肖轻松打出10多万的伤害。当然我的弗琳娜已经是2命了，所以有一定的偏差暴露伤是满命的情况。从个人的抽取方面推荐上，如果有闲云、满命暴露伤以及夫0命的即可，就可以强烈推荐抽取1名肖来玩了。如果最多是5颗星的一个抽取推荐，那么可以寄为5颗星。考虑到不少萌新玩家看这期视频这个队伍有个别是没有的在保证有双风缓解肖的充能压力情况下，可以换成巴尼特和钟离，肖法中邦，在一定程度降低队伍的要求，以及有了钟离可以提高生存能力。缺点就伤害会变低以及受到限制内鬼方面的一个问题。推荐抽取上有满命暴露伤这个队伍推荐抽取4颗星。如果这个队伍也是凑不齐，而且是萌新那么校外替代把暴露伤给换成4星的砂糖，提供充能，不过伤害上会大幅下滑。此时肖的抽取推荐只有3颗星了。
当然你是刚入坑没多久的玩家，没有 C， 那么抽取萧这名角色配合砂糖，在大世界跑图上巨怪还是没问题的。如果连砂糖都没有，那么萧就完全不是很推荐抽取了。当然喜欢就抽肯定是没问题的啊。在武器选择上，萧的武器首选和普渊，简称鸟枪啊，同时也是常驻的一把武器了。想必这把武器各位应该都有了吧，毕竟是常驻武器。不好意思，我没有啊。作为开服玩家，至今还没有歪出来，就是不给我出，没办法。这把武器主要是白值比较高，攻击收益比较大，特别适合赫路萧夫这个没有巴尼特的队伍，非常好用啊。次选胡桃的专武护魔，拿来吧你。这把武器主要是爆伤比较高，在你不缺暴击情况下，优先于鸟枪。虽然半血以下是吃不到的，不过无所谓了，总体差距很小。然后是这把金灿灿的武器，不要以为是克劳的武器呢，依然是玩家直呼内行啊。当然，随着猎人号的到来，这把武器的强度也是给萧来说提升上去了。你可以理解为这把武器为沉杀，生物为鸟枪的暴击。因为这把武器没有暴击爆伤，非常难堆，所以比较推荐去带这个猎人号，提供一个暴击加成嘛。4星武器推荐决斗。还有萌新开荒过度的西风长枪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不过放在后期的4星武器搭配萧不是很够看了呀。生物方面性价比推荐4猎人，虽然2连套吃不到，但是套装36暴击大招稳定触发给的太多了，特别适合那生物不怎么出货的玩家刷取啊，暴击64就可以满爆了。追求更高的上限伤害推荐4层杀。套装提供的高额攻击力加成，特别在赫路萧夫当中提升巨大，因为没有巴尼特加攻击力嘛。闪剑还是经典的2风2快枪手啊，不对，2决斗士啊。不管是什么套装啊，推荐80暴击以上，萧才比较良好。攻击杀、风伤球、暴击爆伤头就可以了。需要的词条是暴击大于爆伤等于攻击力等于充能，推荐130充能左右才能保证大招循环吧。不过是伤风队伍里面的有西风武器。萧的充能就没有什么要求了。最后过一下命座方面的，1命战绩多一次充能以及伤害得到提升了，在跑图体验上会更好。如果你是主玩萧的玩家，有条件可以考虑抽取。2命后台充能提高。4命抽象来了，生命值低于1半，提高100%的防御力，这是生怕你破防给你防御拉满了呀，防止暴毙呀。6命命中2个敌人，战绩可以反复使用，化身快乐风囊。当然需要命中2个敌人啊，命中1个是不能触发的，而且需要一定的操作的玩家或者真爱玩家去推荐抽取吧。反正就是要么1命，要么6命，反正命中对于萧来说提升非常的小，这波是不是很良心啊？直接省钱了是吧？哈哈。好了，以上是本期萧的一期简单明了的萌新复刻攻略全部内容了，有帮助到各位喜欢可以点赞支持一下。这里祝各位新年快乐，抽卡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那么我是梁夏，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各位拜拜。